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梁帆。iPad Pro 自从发布以来就一直是 iPad 的性能界的扛把子，而我之前也曾经用过 iPad Pro 2017版本的 12.9 英寸，整体上它的性能非常的不错，整个使用体验也非常的棒。也经过了这么多年 ，iPad Pro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性能上更是如此。而最近 iPad Pro 也发布了最新版的2021版，而且也直接上到了 M1 芯片版本的性能核心。而我也经过了前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最终还是入手了这款 iPad Pro 2021。这期视频呢，我们就一起来开箱一下我最近刚刚入手的 iPad Pro 2021吧。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噔噔噔，这就是 iPad Pro 2021了。这次我选购的是128GB 的11英寸的无线局域网的版本，因为我之前使用的是这种12.9英寸的版本，就其实戴在外面还是实在的不太方便，也不太适合自己单手握拿，整体来说的话是蛮重的。所以我这次就希望增加我使用 iPad Pro 的使用频率，将它当成我随时处理一些任务的任务处理板。所以呢，我就希望选用了这次是11寸的一个版本，这也是更加适合单手握持的一个版本，而且也更加适合我外出携带去使用，也随手随拿的用。这次开箱其实很方便，它其实今年开始它其实就有这种拉环包装，直接一撕，然后整个膜就撕掉了。它的主体了，我买的是一个深空黑的颜色。我们直接开机来看一下，这还开不了机。然后配件的话，里面有一个 Type C 20瓦的一个充电口，以及一个苹果的 Type C to Type C 的一个数据线。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 iPad Pro 的开箱设置环节吧。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开箱，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 iPad Pro。就当我把之前使用的 iPad 靠近这台新的 iPad Pro 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出将我原来的 iPad 上面的设置直接原封不动的导入进去。现在开始设置 Face ID，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可以直接从 iPad 开始转移，也可以从你的 iCloud 中进行下载。这个原来的 iPad 已经完成了数据的转移。接下来我们来开箱一下我和 iPad Pro 一起买入的 Apple Pencil 苹果的手写笔。用 iPad Pro 的话， Apple Pencil 它是一个必备的配件，因为我刚刚已经直接开了它的塑料膜，它的塑料膜的话也是跟 iPad Pro 一样，也是直接有那个拉环可以直接拉掉的，非常的方便。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吧。这是 Apple Pencil 的主体。上面还包了一个塑料膜，然后阅读的文件啊什么的。其实它们两个之间的连接是非常方便的，只需要将 Apple Pencil 直接吸附在这上面就好了，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连接上去。然后 Apple Pencil 的话，现在也开始支持了随写的模式，支持这些功能。
我之前也用过的是 iPad Pro 2027年版本的12.9英寸，那个时候我也给它配上了一个 Apple Pencil， 用它来做笔记或者画画都非常的方便。而那个时候的 Apple Pencil 是这样子的，是需要有一个 Lightning 的接口插进 iPad Lightning 的接口里面。这两只新旧第一代和第二代相比的话，其实会明显的发现第二代的重量会稍微轻一些，第二代的更短一些。第二代的话其实更加有 Pencil 的这种感觉了。第二代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它可以直接吸附在 iPad Pro 上面，然后这样子可以做到永不断电的一个状况。只要你的 iPad 有电，它就是一直在充电，所以就不会出现当你想要使用 Apple Pencil 的时候，突然发现 Apple Pencil 没有电的这种尴尬情况。我觉得苹果在第二代 Apple Pencil 上的这个改进是让我非常喜欢的，可以让你不停的使用 Apple Pencil， 让它整个成为 iPad Pro 的一个部分。而在这一次呢，其实我也购买了搭配 iPad Pro 使用的 Magic Keyboard， 不过呢，我买的是美版的缘故，它需要1个多星期才能发货，所以就是赶不上这一次的开箱了。当我的 Magic Keyboard 到了的时候，我可以另外再拍一期视频供大家参考。当然，这次我也购买了一些 iPad 的配件，它是一个婴儿蓝的保护贴，是可以直接吸在 iPad Pro 上面的。我觉得这个保护壳的体验就相比于前几代是非常的优的，而且你这样吸上去之后，它就不会掉下来，整体吸的也非常牢固。而且我神奇的发现 iPad Pro 其实是可以直接贴在冰箱上面的，即使是我给它带了这么一个保护壳，我也可以整个将它吸在我的冰箱上面。吸在冰箱中的话，也就是说在自己在做菜啊，或者说是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刚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去操作。然后这个支架的话，一般情况下就只能作为一个观影的一个模式，用来手写一些文字的一个模式，它这个手写角度还是非常的棒的。二代的 Apple Pencil 它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在你使用的过程中，双击大概这个位置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快速转换你的笔刷工具，转换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的书写过程中会非常的流畅。具体详细的使用体验，我之后可以再做几期关于 iPad 的详细使用心得。其实只要在2016年第一代带有 Apple Pencil 的 iPad 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被这个产品所吸引，然后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购买了第二代的 iPad Pro 12.9寸。在整个使用的体验过程中来说，其实是并没有什么问题的，屏幕非常大，音响效果特别好。只是近几年来我逐渐外出的一个需求会比较多，所以就比较要求我的一些设备需要一些便携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前段时间就一直想要购买11寸左右的 iPad Pro， 不管从重量来说，还是从它的便携性，以及今年搭载着 M1 芯片的 iPad Pro， 它的整个性能上来说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这也是我为什么最近购买了这个 iPad Pro 2021 11寸。然后我会怎么使用这个 iPad Pro 呢？我估计我应该会把它当做处理我日常任务的一个任务工作板，我可能会用它来作为我的日常工作的电脑，然后我的 MacBook 会直接连接我的大屏幕去使用，并不会经常的去拆卸它，并且那个电脑其实带起来还是有点重，还不太能装进我的一些小包包当中。这么讲是不是有点 gay 啊？而且它的性能也跟 MacBook Pro 其实是差不多的，搭载到的是8GB 的运行内存 M1 的处理芯片，这两者就已经基本很足够了。128GB 的容量也是完全够用的，而且我应该不会将它作为我的整个的观影的一个首选体验，观影还是可能需要一个大的一个屏幕会比较舒服，可能会用家里的投影仪或者说是大的12.9寸的 iPad Pro 来看。苹果的产品呢，其实一直都是做得非常深入人心的，而且近几年它的价格其实一直都有一些下降的一个趋势，并且最近的话，苹果也在搞教育优惠的活动。购买 iPad、MacBook 系列的产品的话，买它的产品有3期的免息分析，还有学生优惠，以及购买了之后还有一个 AirPods 的赠送，整个流程都在大大降低大众使用苹果的一些门槛。而且我相信苹果的产品未来也一定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从我个人来说，用苹果的设备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也是非常安心的一个选择。当你用它之后，你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很多设备上的一些问题，你只需要将自己的思绪好好的集中在你自己要做的工作上，或者说是学习上，这也是很多人选择苹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欢迎给我的视频留言点赞。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